当我排出奥本海默的命盘后，我震惊了，他命盘的取向风景居然正是原子弹爆炸时的景象。嗨，大家好，我是林山君，今天我们讲奥本海默。事情是这样的，当2天前的晚上，我刚刚看完奥本海默的电影时，出于职业习惯，我排出了他的命盘，然后被这个命盘的取向所震惊。他的生日是1904年4月22日的早上8点15，得出的八字组合是甲辰、戊辰、丙戌、壬辰。如果有命理中盲派取向基础的朋友们，也许已经知道我之前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接下来我就拆解一下这个八字的人生风景。他的命盘中地支是一片辰戌土，大家可以理解为一片广袤的土地，而年柱是甲辰，甲木就是大树高塔，月柱是戊辰，就是山脉土坡，日柱是丙戌，丙火就是太阳火球。同时它又可以代表什么，这个时候已经不言而喻了。而时柱的壬辰壬水就是大禹，看过电影或者是奥本海默传记的朋友们知道，就在启动实验的前几个小时，调拨的大禹甚至一度让这场核试验近乎拖延。他的八字甚至展现了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没错，这就是奥本海默的八字人生风景，同时也是人类第一颗核弹引爆试验当时的现场画面。我想也许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他的降生，他的人生就是为了人生的这一时刻而存在。而另一方面，他的人生也在这一时刻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也许你会问，你之前不是说命盘中的人生风景代表的难道不是他的出生环境吗？或者只是一个人一生机遇的比喻吗？为何会具象化成这一时刻呢？我们自己的人生风景也有类似的功能吗？难道同一个八字组合都是原子弹之父之母？你是不是在唬我？当然以上问题我都会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解答。这个命盘的确也可以取向为其他风景。我们知道奥本海默出生在纽约市的富商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富商，母亲是艺术收藏爱好者。他确实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在一个别墅片区，尘土中包含了乙木癸水，他们是丙火的正官正印，一方面可以解读为草坪水池，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达官和显贵的房屋。而他坐下的虚土中包含了丁火辛金，丁火是丙火的劫财，辛金是丙火的正财，既可以解读为火炉温暖的房间，劫财也可以解读为他的弟弟。而现实中他的弟弟确实是因为加入了美共丢失了工作，生活曾一度非常拮据，他曾经靠变卖母亲的藏品来渡过难关。其实以上这一切正符合了劫财的象。八字只是8个符号，但是经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加上大运流年的组合，我们可以衍生出千百万种信息，包罗万象。预测命运就像解读高数题一样，这就是他的命运所在。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是的，这确实是他出生环境的风景。而同一天这个时刻出生的孩子肯定也不止他一个人，甚至60年为一个甲子，干支循环，他出生的前和后60年同样八字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是原子弹的发明者，而其他国家的原子弹研究先驱也不会同样是这个八字组合。所以说我们要先看天运，再看地运，然后是人运。只能说当全人类的科学进度，也就是天运发展到了这个节点，也就是原子弹必然会研制出来的时间，人类群体或者说这个世界选择了最合适的人来扮演原子弹之父这个角色。而如果不是他，也许会是另一个同样符合类似风景的命盘的人，以另一种实验形式实现这一创举。但是现实没有如果，也没有平行宇宙，历史就是这样有趣。而关于我们的人生风景如何去解读，我会在视频的末尾中提到。那么奥本海默这个命盘的格局意味着什么呢？还能解读出其他信息吗？在一些的关键年份中，他的经历又体现了这个命盘中他的哪些性格呢？好的，接下来就是专业环节了。他的命盘地支一片土，月干透出食神戊土，时柱七杀，其实就是典型的食神制杀格。在这个年干的甲木也构成了他消印夺食的格局，这一切都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所体现。比如说食神制杀就是通过技术学识获取权力。1942年38岁的他依靠自己的理论基础成为核弹研发总工程师，这一点自不必说。而枭神夺食其实平衡了他命盘中克泄交加、自身过于弱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甲木其实是他的喜神来着。但是他的早年生活也确实曾深受抑郁症的困扰，加上沉沉自省，所以在他的学生时刻，1925年21岁的时候，他曾给自己的老师的苹果中注射毒药，这也差点毁了他自己的学术生涯。这就是枭身夺食的具体表现。而他的日之虚土在被年、月、日3个尘土冲击，所以这个虚土一方面可以取向是沙漠，可以是原子弹爆炸冲击了周围的土地，另一方面甚至可以代表依靠外部冲击核心而引发裂变反应的原子弹核武器的结构本身。而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也正是在他日柱所代表的中年时期，1945年7月16日，41岁的他引爆了这颗核弹，人类的第一颗核弹，让他的后半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人生的核弹也被虚土所引爆。顺便一提，核试验的这一天，我查阅了万年历，也正是丙戌日。接下来插一个小八卦，那盘中是否有显示他的桃色绯闻相关的内容呢？食神在八字中代表了浪漫多情、温柔、甜言蜜语以及面容姣好等信息。而历史中的奥本海默，大家通过照片和影像其实就能很容易察觉到他的这些特质：大眼睛、长睫毛、多才多艺，甚至年轻时有点傲气，或者说有点幼稚。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丙火食神的外在体现。食神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生财。财对于男人来说就是女人、妻子，所以没错，这个盘很明显的体现了这些特质。历史中的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也确实是花花公子，和多名女性同时保持了暗中的交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盘中只有一个正财星辛金，虽然奥本海默曾有出轨情人，但是这个女人并没有善终，这也是他能够和自己的妻子相伴终老、从一而终的原因。花花公子这个标签也只是和这些食神一样藏于他的地支当中，是他人生中私密的小插曲，这也并没有影响到他最广为人知的人生成就。顺便一提，食神作为儿童之神，食神过多导致他过于幼稚的政治理想，比如说成立国际组织、收缴管控全球的核弹等，也在晚年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诸多的麻烦。那为何当时的原子弹之父是他而不是别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德国纳粹当时其实也在研制原子弹，甚至更早启动。联盟国家对于原子弹的研发其实最早只是出于反制的目的，如果德国更早的研发出来，或许我们现在的世界格局早已截然不同。而接下来你可以跟着我通过解析德方的核弹总设计师海森堡的八字略窥一二。沃纳·海森堡，他的出生时间是1901年12月5日，我推断他为早上7点出生，八字是辛丑、己亥、丁巳、甲辰，他的日柱是丁巳，没错，也是火。他的命盘甚至也是食神配印、食神生财格，这是一轮冬日的骄阳，甚至他的地支中和奥本海默一样，同样也是日支相冲，巳亥冲。在原子能的研发中，他似乎也是倾尽了心力，但其实在他被逮捕以后，联盟军才发现实际上他的研究一直处于早期的理论阶段，德国纳粹的原子弹实际上一直没有任何进展。相反，他的研究方向其实更偏向于核电的研发。盟军认为是他对于公式的计算错误导致实验进度一直被拖延，但是从这个盘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那么笨，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命格。一个提出量子物理概念的科学伟人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他后来在自我辩护中提到，出于自己的良知，他故意谎报了错误的理论数据，让希特勒一再搁置原子弹的研究，而且他也暗度陈仓，转而去重点研究了核电的开发，为未来德国的战后建设做一切准备。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更加符合历史现实，也符合他的命盘中正官配印，他悲天悯人的性格。而这一切也正是奥本海默在知道真相后悔恨终身的原因。确实很讽刺，联盟军出于对法西斯恶魔的反制而被迫启动的军备竞赛，却最终研发出了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这让他们最终成为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恶魔本身。People laughed. Few people cried. Most people were silent.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I suppose we all thought that one way or another. 那么奥本海默的好友爱因斯坦的八字取向是怎样的呢？
难道也展示了相对论的图景？这也太抽象了。我们自己的人生风景是否也能展示我们自己的奥本海默时刻呢？关于爱因斯坦的人生风景，我会单开另外一期视频讲解，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收看，也欢迎你的评论转发这条视频。在评论区留言，你还想看哪些名人的命盘分析？本期视频是我的名人案例系列视频，今后正式更名为群星闪耀时系列，名字起源于《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在这里，我会长期更新古往今来的中外名人以及明星的命盘分析，当然包括现在的娱乐明星。而关于人生风景的取向方法，相关的课程正在加紧制作当中，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和 LINE 官方账号来关注课程上架的时刻。你也可以通过购买我的咨询服务来了解自己的人生风景。联系方式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当中，我们下个视频见。